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皇子绝活哥的一个刷野抓人思路技巧。皇子的话，这次有新皮肤嘛，然后它可以对应LPL 还有 LCK 反正其他战队的是吧？打进世界赛的一个皮肤，算是应援吧。像这个是 T1 红色的皮肤，还是蛮好看的我相信 IG 的应该在国服是卖的是最好的。然后这位绝活哥他玩的就是那种纯暴击，就是那种穿甲流秒人的。但为什么不选择带暗黑收割呢？其实这几天看下来，大家也会发现 AD 英雄的收益除了极个别不错以外，大部分是 AP 英雄收益更高一些。像中单法师有一些 AD 收益高的话，我觉得就两个了，一个是小炮，一个是那个镜。这里的话，皇子的 EQ 其实摁两下 E 技能就可以了。像 E 技能放中间，E 技能的话，只要它存在插的旗存在的时间，就可以给周围的友方英雄提供攻速。皇子搭配加里奥。是吧？大家可以看得到，那种 S 赛比赛里面都有很多的那个了。像今天我录制的话是在28号嘛，今天的话，是 LCK 的内战，北京时间哈。永温刷野还是比较慢的，可以看到直接可以来拿双河蟹，对方打个探照，那这里双河蟹拿完以后再想着去抓人，直接来找武器，但武器这边直接回了，说明知道是往这边来的，那就可以选择刷第二轮。然后往中路也没做不了太多事儿，就这种情况下就是没办法的。然后尝试去入侵，这里上来直接盖个大招，偷个先攻，逼开对面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只要你在这边站岗，队友也是能吃到那个塔皮的。就有时候有些情况，以前是没有塔皮，很早之前的端游手游的话，其实有了塔皮以后，其实你帮队友去推塔，也是能带来收益。虽然说没有说抓到人头收益那么大。这里的话，直接上来配合加里奥大招，然后自己女枪的一个大招收掉人头。加里奥的大招的话，没有打出输出，但给到盾能吃到助攻。这里的话，永恩可能会直接去红区反野了。这里的话，可以选择来反他的野，因为刚刚的话是在线上蹲得太久了嘛。我这里加里奥送出去了，但把医学茶给推掉了。上来大招准备好的，有惩戒，有闪现，有闪现，有那个大招。这里情侣辅助还把人头给 K 了，有点小烈，说实话。这把感觉像是要打攻的节奏。3个助攻，说实话，这有点难受。这边永恩身上有红的，
有红 buff， 所以自家的红是没有了。刷完上路，找个机会，快点把幽梦给做出来。如果拿到人头的话，幽梦已经可以回去出来，接着大展四方了，大杀四方。这里看看4F 还在不在？还在。那刷完4F，看一眼红 buff， 不死心的看一眼。果然是没有了。这个皮肤的特效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，虽然说挺费钱的，要用原石去换。这里的话尝试反蹲，对方打野去中路了，那这样的话肯定可以蹲到的。这里直接上来打一套，但猴子的大招没有命中，可惜。那就回家把幽梦做出来，准备拿资源了。双人路的优势会更大，所以拿小龙会更好一点。这里被打断了，加里奥想跑的。那这里的话 ，EQ 闪接大招，但永恩在这里完了，人头得送出去了，亏大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来到了一个小劣势的一个状态，但永恩想收掉这个射手。永恩这英雄有这个被动在，确实还是太超模了。龙没拿到，但看看尝试打一打。哇，对面永恩伤害很高，不行，得拉扯一下了。完了，这两波节奏全炸了，前期拿到的优势全没了。然后这种情况下，就是我们看九猴哥怎么去把这种劣势给翻回来，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看那种特别顺的局。如果把把都顺，那如果一旦遇到挫折，你该怎么去过这个坎？我们不应该去，我们可以去学习他们怎么去赢比赛，怎么才能更容易的去赢比赛哈。但也要想办法学会怎样去在劣势的情况下做事，然后进行去赢，而不是顺风局全都是顺风局去赢。这里刚刚的话是打了波很漂亮的团战 ，EQ 挑起2个直接打招秒掉。这里的话是选择做了可血战斧的，没有做金身。金身的情况就是对面伤害太高的情况下，就集火它伤害太高的时候，你就得做个金身规避伤害线，打第2段的 EQ， 或者说看队友情况接着在团里面打战呢，还是选择闪现出来再 EQ 回去打第2套。武器的话并没有太好抓，猴子的话上单猴子一定是选择做肉的，他玩不了战士猴子。来咯，准备打起来，对面武器开了大招的，但这里晕住，对面直接交闪现跟 EQ 的话 Q 的话一定要等下一次 EQ， 不然的话你 Q 完以后有 E 技能接不上 Q 的话，你还得等 CD。所以有时候你要抉择一下，打更多的伤害，还是选择打一个控制追击对方。哇，这队友双倒下。
对面的镜应该是学了我的那套符文吧，哈哈，那个是暗黑收集者，暗黑收割搭配收集者的一个是吧？简称暗黑收集者，哈哈哈。哦，下路有机会，直接绕后，但是得找射手，不能找对面的辅助。辅助的话，你把他的伤害，这里女枪放了一个空大，等于空大，毫无卵用，没有伤害的大招，这样的话打不了了。赶紧把经济给补回来，因为前面2波团的失利，把经济落下其实很多的。对面永恩的经济是一直很高，这里在大龙坑放个野，然后准备小龙，这个就主要是看对方会不会偷龙。留一手，这里对面选择来打的话，蹲一手吗？哎，残血的永恩，这种情况下，永恩是最没有状态的时候，技能、E技能也全部交完了。这里的话，来抓这个武器，像有时候没有技能的情况下，可以利用 W 去给个减速，因为在范围内吃到这个 W 的是虽然说没有伤害，但是它有控制效果，有个减速效果，可以跟对方来一个拉扯。但这里瑞兹的伤害很高，必须得 EQ 跑路先。这火力输出还是有点高的呀，完全顶不住。主要是经济，主要是装备上面确实没有太多的领先。这把助攻拿的太多了，没有太多的人头进账。有提早把那个木刃做出来，其实都好打很多。哦，这里永恩吃了个满大。这一套阵容就是那种，如果上单是个兰博的话，就是女枪搭配，就是关进去以后就是大招流，你知道吗？那种玩法，后期很强的，团战的时候特别强这一套。就皇子进场 EQ， 然后兰博撒大招，然后再搭配女枪的大招，就可以伤害融化对方。但这里面就得看那个射手之间的那个搭配，还有就是玩家之间的搭配了。好像队友方面的话是没有破盾的，那这样的话可能先把破盾给做出来。其实加里奥的话可以选择先做破盾都可以。这把的话还是有劣势在的。这里 EQ 上来，大招盖住。但是对面那次用大招跑路了。这里的话没有选择做焚天，而是选择做了破盾，为团队做一些功能性的装备。这里的话大招还有11秒，其实不好打。先刷一下野，把兵线。让大龙强化过的小兵去磨一下塔，而且永恩的话是去了下路去单防猴子，武器也去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上路高地可以推掉。猴子的话拖了很久，那猴子一个人头换对面的上路高地其实是赚的。
兵线压力永远比人头那个带来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。这里上来直接大招盖那边，再闪现拉出来，必须得撤 EQ 再往后拉。这种情况下残血就千万不能再去了，队友必须得卖掉。对面的团战打得也很好，这里把中路兵线给清一下，不给对面来推中路的机会。哦，这里把3路兵线都做了，回家然后去守上路。啊，对面有没有选择推？皇子的话，确实他缺少他的技能的一套一套的，必须就是说他有个间隙，不像那种有一些英雄可以一直打技能。这里 EQ 拉开，加里奥的话救不了了，必须得撤。不过复活时间的话有点不太充裕。小龙必须得守了，如果小龙守不住的话，对面拿到龙魂就后期就不好打了。这把的话是冰龙魂，这里复活甲做不出来了，没办法，必须得打了。对面好像没有反应过来，把小龙给拿掉。直接回家去守线。如果这武器守线拆塔能力确实很强哦，确实中后期的武器战斗力确实很强。这里对面掉了一个人的，其实打的话好打很多。永恩直接上来 ，EQ 加一个咳血，直接让对方掉半血。哦，但是没有大招，刚刚是一个很好的大招位置，可惜。但有那个复活甲把伤害扛住。那这样的话，待会拿完大龙，可以选择一波推。压力给到对面了，把复活甲一卖，把这个冰刃给做出来。如果有钱的话，可以就把金身给做出来，规避一下伤害。这时候就不需要去利用那个咳血。做事情了，自己 EQ 接大招，把对面直接秒掉。永恩在后面的，哎，这里预判，但是没有哦，是武器在后面。这武器想赢呀，像极了滔博最后一把的 BOG 的冰选手，兵哥。那这样的话，直接可以一波了，对面无力回天呀。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。